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力气，今天要给你介绍香菇奶黄包的做法。香菇奶黄包，我当然不是要拿香菇跟奶黄混在一起做成包子啊，那个味道想都不敢想。我是要做香菇形状的奶黄包，你看很可爱吧？关键是它还很逼真。今天啊，我老公下班回到家，看到桌上摆了一盘这个，他以为我又做了什么黑暗料理。那今天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有哪些呢？可可粉、面粉、酵母、白糖、奶油、鸡蛋和黄油。那如果你只是想跟我学一道简简单单的奶黄包，你也可以不需要准备可可粉，我们就做一个特别淳朴的奶黄包就可以了。那么头天晚上呢，我已经发了一些面，今天早上从冰箱拿出来放了2个小时之后，你看它就发好了，充满了气泡。但是我还是按照习惯呢，我会加一些苏打水，然后把这个面的这个发酵的这个酸味啊中和一下，让整个这个口感变得更甜一些。OK， 我们加一些干面粉，就去疯狂蹂躏它，揉啊揉啊揉啊揉。揉好了之后呢，我就把它放在太阳垫底下继续发酵一会儿。我们这时候准备食材，通常情况下我们准备3颗鸡蛋就可以了。今天正好我做其他菜剩了一个蛋黄。如果呢你想让做出来的这个奶黄馅儿特别黄，你就只用蛋黄。但是今天呢，我用了3颗完整的鸡蛋，其实都是可以的，只是颜色上稍微有一些变化。那我希望孩子吃的这个营养更全面一些，我今天就取全部的这个鸡蛋。如果你只想取蛋黄，像这样一样把蛋黄分离出来，然后单独拿一个碗把蛋黄搅拌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鸡蛋充分的搅拌一下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只是拿小勺进行搅拌。我们先把这个黄油啊给软化一下，我是用微波炉的这个融化功能。其实融化功能呢，通常来说时间很久，我们大概等10几秒，像刚才那样大小的黄油，它就会软化好了。变成液体之后，我们放在旁边等一会儿用。这个鸡蛋呢没有完全搅好，但是我们可以先放材料，先放一些糖，根据你自己的口味。然后呢，面粉最关键的是我们要过筛，不能直接放进去。然后边过筛要边搅拌，这个是非常考验你的这个双手的协调能力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可能我为了拍视频没有特别的搅拌均匀。如果你在家的话，可以直接在每一步的中途就用这个搅拌机来搅拌。可以说手是完全达不到那个充分搅拌的这个程度的，所以最好我们一开始就上搅拌机。然后我们把黄油加进来。这样我们所有的素材都准备好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做奶黄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用平底锅，像这样，我做了一个反面教材啊，就是平底锅呢，这个锅的温度啊过高了，很容易把这个奶黄馅儿啊炒成像鸡蛋黄炒鸡蛋一样，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，像现在这个样子，有点碎。但是如果油温控制得很好，从低温开始，也不要升到高温，就一直低温这样来回炒，要有耐心，就能炒成右边刚才这样，稍微有一点粘性沙状的。那第2种方法呢，就是我们用一锅热水，然后放一个盆，在这个热水当中用这个水温隔水温来把这个奶黄馅儿给炒熟。但这个过程呢就更久了，毕竟这个水温呢它不像直接加热那么快，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，一定要有耐心，不要让这个水温过高，而且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锅的这个水蒸气，不要把自己的手给烫伤。那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这个搅拌之后呢，你看已经开始呈现凝固的状态了。这个时候水温也上来了，有点烫，我就戴了一个硅胶手套继续搅拌它。我呢比较建议没有做过这个奶黄包的妈妈呀，用这种方法比较保险，不会把这个奶黄啊给炒成鸡蛋黄炒鸡蛋的这个感觉啊。所以你看出来了之后，这个更像咱们外面吃这个奶黄包这个沙质的感觉。我把刚才失败的跟成功的混在一起，我们把它们都捏成团，像刚才那样放置好。我们这时候准备一个盘子，在里面撒上一些可可粉，
其实这个可可粉完全起到了一个香菇的装点作用，没有任何其他的作用。我们把刚才已经发好的面再一次揉揉揉，把这个气泡全部都赶出来。揉的差不多了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从中间把它抠一个孔，然后打成一个面包圈的形状，然后撕开滚一滚，把它切成一个个的这个小面剂子。你想吃多大的奶黄包就切多大，不过今天我切的大小呢，就是我估量着这个香菇的大小，毕竟要做一个比较逼真的香菇奶黄包嘛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么大，你可以参考我的这个切的大小。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做了。其实啊，前面的步骤啊，跟这个平时包包子是一样的，因为包子的那个褶啊，当你把它反过来之后，就会很像这个香菇这个菌类下面的那个褶皱，所以我们其实第一步就是包包子，还是要把它拧成褶，然后只不过把中间这个小揪揪啊摁下去，让它成扁的这个状态。这个时候我们拿这个小包子，在这个刚才这个可可粉里面进行打滚儿。差不多滚一滚就可以了，毕竟香菇的那个黑色也不是特别的均匀。滚好了之后，它还是圆滚滚的这个包子形状，我们一会儿啊，就用这个手把它给按扁，按得像香菇的这个菇圆一样的这种感觉。这个时候你的可可粉可能已经撒在外面一些，其实没有关系，你的面黑一点没关系，毕竟它们一会儿都要进行一层黑色的伪装，所以这个时候面有点脏是没有关系的。OK， 照例像第一个一样，我们把第二个也打一层滚儿。OK， 你看我这时候开始做什么呢？香菇下面的那个小蒂子，我们取一个白色的面团，像这样，把它往中间摁，揉匀了之后，把它捏成一个圆锥的形状。那你看一个面团，把它揉匀了。然后呢，捏，不断的捏。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案板上呢，用双手把它搓成一个尖儿，都是可以的。总之就是做出一个这个香菇下面的香菇蒂的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就可以上锅蒸了。记得刚才的小圆包子一定要把它按扁，按成这个香菇的花骨朵的这个形状。然后我们把这样配套的上锅蒸，大概要蒸15分钟吧。然后呢，不要立即开锅盖，还是要等10分钟冷却，取出，它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这是我们的香菇的花骨朵。然后呢，中间的那群白的就是下面的这个蒂。我们现在来组装这个香菇，我来教你怎么来组装啊。我们取一个筷子，然后把香菇的这个菇朵的下面挖一个洞洞。这个洞洞呢，大小尺寸是恰好能让一个这个香菇蒂插进去。OK， 你看，一个小香菇就做好了。我们依此方法分别把剩下的也全部都组装好，一个又一个的小香菇就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好了，做好了，这就是今天我要给你讲的香菇奶黄包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很像小香菇啊？你难以想象，咬开一口之后，里面竟然是奶黄包，所以这种差异感让这个东西显得格外的有趣。所以宝宝有的时候拿起来吃，可能刚开始也会很诧异吧。这是我做了一个普通版的奶黄包，我们把它切开来看看蒸好之后的这个奶黄馅是什么样子的。非常的均匀。好了，我配了一些西兰花，足以以假乱真，看不出这是一个奶黄包还是一个真香菇了。
现在我来试吃一下吧。其实这个表层的可可粉啊，也不是纯装饰作用，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苦味，配上中间的这个奶黄馅的甜味，反而非常的好吃。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这支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会。